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，所以希望你们一定要相信观世音菩萨，好好修心。你们走到今天，全部都是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的，否则你们还会有很多的人间磨难。所以希望你们好好改变自己，好好修心。有一年，美国在洛杉矶召开了作家的峰会，许多作家应约而至。当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炫耀他们的作品的时候，只有一个衣着朴素的女人安安静静地坐着，微笑着在倾听着。他身边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作家喋喋不休地向他吹嘘自己100多部的作品。最后他被问及有几部作品的时候，因为这个男的不停地就跟这个女的问，最后他问夫人请问你有几部作品的时候，他微笑地说，我只写了1本书。他身边的这位作家立刻得意起来，又问他夫人，您写的这本书的书名是什么？他只答了1个字 Gone with the wind， 飘，乱世佳人。那个作家立刻羞愧地不说话了。这个女人就是 Margaret and Mitchell， 她用自己的谦虚微笑向世人展示了她收敛自己光芒的人格魅力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卢台长，自己的业自己背。1992年的猴。哎呀，脑子出毛病了。哦，对。身上有一个灵性。哦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整天在他身上，晚上就来。白天好一点，对，晚上他就大喊大叫。看见了吗？手还抠嘴。对，我给你看看啊，我给你看看是个什么灵性啊。好。猴啊。对，猴子。啊，他做着动作像猴子一样的，经常抓头发、抓耳挠腮。对。抠嘴巴，做怪相。对。你看看，长得这么漂亮。谢谢。他还咬舌头。
咬舌头了。我告诉你，他现在根本不是他自己呀，是那个灵性啊，明白了吗？哦，明白明白。你这个灵性要叫他把他请走的，不请走你女儿是完了。好，明白了吗？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？现在你们看到吗？有身体没有用的，没有灵魂呐，灵魂被人家进去了，你这个人就完了。现在你们知道了吧？明白吗？咬呀，再咬呀，再咬呀。认识我吗？认识。那个。看看这个菩萨在不在台长身上？看现在在不在台长身上啊？眼神不太好。再看台长头上有没有观世音菩萨？有黄色的光。看见了吗？黄色的光，你怕了吧？你要不要台长救你呀？好呀。你好好念经啊。念不念啊？念。啊。我每天念什么呀？不是那个，我要念多少遍？我的意思是。看见吗？我刚刚给他加持了一下，他现在魂魄回来了，那个猴子已经跑开了，啊！但你别开心啊，待会儿散了会回到家，猴子又上来了。你要给他小房子讲好多少章之后，你求他说不要经常来，他就不来了，明白了吗？啊，我有三件事儿，我想请教你。他还有3件事请教我。第一件事儿，是我以前做过2件错事儿，这个嘛，那个我没法说，但是您肯定知道。我想问我要烧多少张小房子？我的妈呀，开悟了！你看到吧？你女儿现在你看到了吧？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，跟你说的。像这个东西给她一加持，把她身上的那个猴子一弄掉，她马上就正常。你知道，我知道你过去做错2件事情，你自己清楚。我也不想当了这么多人面给你讲你的面子，我讲给你听是跟你的感情有问题关系，对不对呀？对呀。对呀。现在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感情乱来会不会出事啊？对呀。出事是不是有罪孽啦？对呀。好了，这是一件事情，你要念36张小房子，然后第2波要念56张小房子。36加56，有人帮你记下来了。哦，好吗？那个第2件事是什么呀？那个我想自己做点小生意，您看我往什么方面发展？他说什么？你再讲一遍。我想自己做点小生意，您看我往什么方面发展比较好？我听不见。我说我想做点小生意，您看我往什么方面发展比较好？哎呦，完全正常现在。妈，灵性跑掉，马上就想做生意了。我的娘啊！哎呦，嗲的不得了了，猴子不见了，人来了。哎呦，我的娘哎！你想做点小生意，我告诉你好吗？台长完全看得出你脑子里想做什么生意。你想做美容的生意，想卖点化妆品啊之类的。对。但是，现在这个不好做。我的娘呀，他跟我谈生意了。你要记住了，不好做，你有人会帮助你做得好的。好。
明白了吗？好，明白好好念经，菩萨保佑你好。你就跟人家说，他的这个美容霜一定会很好的。那个时候人家不相信这个美容霜的时候呢，你一把把你妈妈拉出来，你看看姥姥，你看那她人家肯定不买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怎么这么快就开智慧了？师傅就点了他一下，我的娘哎！哎呀，他妈妈都傻眼了。好了，这是第2件事情。第3件呢？第3件事情就是我跟我妈关系不是很好。你跟你妈妈关系不是很好，你能不能念姐姐咒啊？姐姐咒知道吗？知道吗？讲呀。知道。会念吗？真本事。不会念，慢慢教你，叫妈妈教你好吗？因为你现在身体不好，你身上有业障，所以妈妈呢就不能接受你这个不好的气场，所以妈妈呢就对你不好。等到你把自己身上的业障念掉了，听得懂吗？妈妈就会喜欢你了。是我不喜欢妈妈。他说什么？啊？是他不喜欢我。啊，是你不喜欢妈妈。那么你记住了，台长告诉你好吧？因为你身上有灵性，所以你看谁都不喜欢。但是呢，我知道，因为台长能够治你的病，所以你身上的猴子很喜欢台长。那还让他晚上去找你。他说什么？我没听到。你看这个人不得了啊！哎呀，台长能帮你治病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傻姑娘啊！有人说你像巩俐吗？像舒淇的多。像舒淇的多，他说，我的娘！好了。你要好好念经，好好学习，好吗？台长帮助你把你身上的那个猴子能够弄掉，然后呢，你就随便爱像什么棋了，像象棋我都不管了。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，多少条鱼780张。好，放多少条鱼？又来了，看见吧？啊，放多少条鱼啊？4000条鱼。好。他已经很正常了。刚刚我叫那个灵性离开他，他一直很清楚。是。啊，平时没有这么清楚。没有。鼓掌。啊，你鼓掌是这么鼓的啊？平时他是见着什么就往嘴里塞。猴子嘛，不就是这样吗？人家扔个什么东西，哇，嘴里塞，这个塞，不就猴子吗？他那功课怎么念？台长。功课你叫他念礼佛吧，礼佛最好能够念5遍。好。往生咒要念。好。啊，要念49遍。好。好吗？好。你要记住了，你不要让他乱出去啊！这孩子出去会吃亏的。关键是我管不住他。管不住他，你跟他以后说，卢台长来了。他就怕您，因为前天他就听您的话，因为前天、昨天都去开法会，上那个法会那儿，第1天开了呢，他就自己去结缘书去了，就自己在路上就念佛了就。念佛了。对，他就念那个大悲咒跟心经了。厉害吧？你以后管住他。好。你一个人不许乱出去，听得懂吗？不要跑出去乱来啊！乖一点呐，听台长的话。好。听不听台长的话？听。好啦。
谢谢台长。以后对妈妈好一点，妈妈为你付出很多。好。啊，就听台长话，看见吗？你们要记住了，好好听师父的话，不会吃亏的。我还想请您看看我们家佛台。佛台？嗯。佛台蛮好啊。谢谢。靠窗户。对。你们家的窗户很大。对。嗯。谢谢。我还看见他住的那个房子。嗯。他那个房间。嗯。嗯，他一个人住的嘛。对。这是他刚刚搬回家，有10几天，我念的2个月的姐姐咒，才把它念回来。对，才把它念回来。你以后不能再一个人出去乱跑了，听得懂吗？我很小的时候就一个人出去住。不行，要台长爷爷同意你才能出去住，听得懂吗？好。哈哈，喊你个混呢！感恩师傅。哦呦，他感恩师傅，我的娘哎！你看师傅多苦啊，这种弟子也得受。那你那我要是猴，你就是唐僧了。他说他要是猴，我就是唐僧了。他说，我的娘哎！你这个悟怎么开的？你这，哎呦我的娘哎！乖一点啊！听唐僧话啊！如唐僧啊！听得懂吗？乖一点啊！你要自己要懂得，不能让猴老在你身上的。明白吗？要把它去除，然后呢，把人家送走，敲锣打鼓把它送走。那师傅，你得给我先加持呀。我弘法到现在从来没碰到过这种事情。你让我华喜充满的，华喜充满。好啦，傻姑娘啊，自己要好好做人，好好学佛，听得懂吗？一定要帮妈妈一起念经，对妈妈好一点妈妈以后会对你很好的，因为妈妈以后她就你这么一个孩子，她会很爱你的。明白吗？你现在恨他，妈妈会很难过。你知道妈妈把你生出来很不容易的，对不对呀？现在知道了吗？谁给你做饭呢？现在还有谁爱你呀？不就妈妈吗？你把最喜欢、最爱你的人，你恨他，那人家不爱你了，那你说谁来爱你啊？所以你要唱歌了，谁来爱我？对不对呀？好啦。好，谢谢师傅。下面我祝师傅仙寿绵长，法体康健。谢谢。谢谢师傅。谢谢。感恩卢军红台长。我今天想问一下我自己。我是97年属牛的。97年属牛的。想看什么讲吧？我想看一下身体、事业和婚姻。每个人都很厉害。小丫头，我告诉你，身体目前来讲没什么大问题，但是经常有这个酸那个痛，最主要是腰和大腿无力，听得懂吗？感情问题非常复杂，明白了吗？你以后的感情至少要谈2到3个之后才能结婚。结了没有啊？好。结啦？没有。那谈了第几个了啦？还没有。没有啊？那你做好准备吧。
啊，我看看啊，什么没有啊？谈过一个，你骗得了我的？啊，谈过一个，还有2个，明白了吗？小姑娘记住了，你现在这么年轻学佛拜佛很好，但是你的感情运上辈子欠人家很厉害，你会情伤的。情伤的时候多念心经，好吧？好。反正你放心好了，你很多的缘分啊，不好的恶缘要多念解结咒，把它念掉就好了。好。很聪明，这孩子特别聪明，爸爸妈妈也管得蛮紧的，但是你跟爸爸妈妈有一个缘分很差。跟我爸爸吧。听得懂吗？然后我还想问一下事业。你跟你爸爸不是缘分一般的差，因为你跟你妈妈在一起。对。明白了吗？你说问什么？事业。事业没什么大问题。属什么？牛。牛是吧？对。事业没问题，很好。以后会一帆风顺。你除了感情上会有些问题，其他都很好。事业上一帆风顺，而且可能会就像找一个工作，像银行里啦，或者像一个大公司里边啦，你一直会做下去的。只有感情出问题，明白吗？还要当心，在事业上的时候，会有一些男人来追你啊，来给你搞来搞去的，明白吗？你自己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2个眼睛开大炮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了。谢谢。你看看学佛这么小的孩子就知道念经，自己解脱，你比父母亲给他多少钱都好，他自己有事情自己能解决的嘛。我们学佛做人要懂得，有的时候是你自己造就了你的人生，并不是别人。有2段树根，一段被雕成了神，一段被雕成了猴子。于是2段树根的不同命运，一段被人家膜拜，还有一段被人家当成了玩物，拍拍打打。被雕成猴的树根埋怨这个雕刻匠说：“我们同是树根，命运截然不同，都是因为你把我雕成了猴子，把它雕成了神。我们的命运其实都是你一手造成的。”这个雕刻师说：“我哪有这等本事去雕刻别人的命运？”雕刻匠赞叹说：“其实，在雕刻你们之前，你们的命运就已经形成了。从土里挖出来的时候，你们一个像神，一个像猴子，我只是按着你们的原貌略加雕刻而成。”最后，雕刻匠叹了口气说：“所以，你们的命运并不是我雕刻的，而是你们的成长决定的。你们在泥土中成长的那段过程，就决定了你们最终的走向。”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并不是别人可以改变的，而是由你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，你的脾气和你的性格而形成的。因果培养良好的心态，你就会把自己雕刻成一尊佛呀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。有一个非常精彩的例子，
说的是今年2月13号，他父亲得了肺癌的晚期，情况很不好，躺在床上不想吃喝，医生说除了放疗化疗没有好办法，而且医生跟他说你留下来的时间只能按每一周来计算了。3月29号听众再度打进电话，通过1个月的放生念经许愿，他父亲现在像没事的人一样，可以出来溜达7、8里地，吃什么都香，病好了。下面请大家再听一下录音。喂，师傅你好。你好。感恩菩萨，感恩师傅。师傅啊，我就是那个2月13号打通你电话的父亲，不是得肺癌的那一个。现在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就是父亲已经很不好了，就躺在床上，就喝水啊、吃饭啊都不想吃了。现在通过这1个多月，就是按台长的就是3大法门，就是许愿、放生、念经嘛。现在开始就是说已经人很好了，都可以出来，一天可以出来溜达7、8里地，并且现在吃什么香，现在也没有做放疗、化疗，也没做手术，现在就是医生。那个给他主治的这些医生啊都不相信啊，并且我都去了那个上海复旦大学肿瘤医院，还有北京的301医院。当时说的时候，他们都说就是我父亲那个病情啊已经晚期，并且是发现太晚，就是留下来的时间了还要按周算了。医生除了放疗、化疗没有别的好办法，你去又没有用，所以说我们就回来就一个劲儿相信菩萨能救他嘛，所以说就回家了，就在医院里住了就是10几天，就是肺癌晚期我们住了10几天就回来，他自己也在发心天天念经念小房子，并且我帮他一块念小房子那个放生，现在就整天和没事人一样，除了念经就出来锻炼，以后回家就开始念经，现在已经是身体状况很好了，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啊，就是太感恩了。谢谢。悲华经叙述观世音菩萨自发愿云：愿我行菩萨道时，若有众生受诸苦恼、恐怖等事，退失正法，堕3恶道，忧愁孤穷，无有救护，无依无舍。若能念我，称我名字，若其为我天耳所闻，天眼所见，是众生等若不得解除苦恼，我终不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观世音菩萨无论是因地修行或果上立生事业，皆本乎大慈大悲的精神，平等爱护众生，做无限度无止境的救济工作，何止悲心拔苦，且大慈与乐。慈悲是观世音菩萨的志愿，慈悲是观世音菩萨的德性，慈悲亦是观世音菩萨的特殊功德。观世音菩萨由于无限慈悲的驱使，曾经救拔无边众生的苦恼，成就无量众生的道业。凡称念菩萨圣号之人，其功德不但与称念供养62亿恒河沙法王子相等，且与称念供养62亿恒河沙数如来功德相等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。